与这个星球上曾经发生过的独裁和专制的体制来对比的话，共军算是比较愚蠢的，同时也是比较傲慢的。他们不太善于隐藏自己的观点，他们甚至肆无忌惮地告诉整个国际社会，我就是这么个情况，你爱咋地咋地吧，对吧？那么欧洲、东欧，包括苏联，30年前都倒下了，轰然倒塌，整个世界没有做好任何准备。那么在柏林墙倒塌之前1个月，共军把坦克开上了大街，他用武力来镇压了。所以后面的30年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几乎没有隐藏自己的观点的这么一个独裁的政党，一家独大的这么一个政党，他在管理的中国。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对他说不，对他实行制裁，但是很快经济就全球化了，共军又蓬勃发展了。30年后的今天还是这样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利益。国际社会中最麻烦的就是这个事儿。大家都认为我们应该追求的是自由、公正、和平，还有什么法治。但国际社会中，国际交往的语言是国际法和依据国际法形成的框架。在国际法的背后，所有的交往最终都是奔着国家利益。因为现在有国家的存在，所以每一个国家都在考虑自己的利益。中国走的与世界各国完全不一样的道路，即便人家玩独裁，好歹人家还有一套自己的成文法。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政教合一的国家，也没有闹成这样。中国现在不仅仅是跟美国发生贸易问题，而且中国经济2018年下半年以来到今天持续下行了1年。中国实际上的经济已经在负数了，而且它拖累了整个国际经济，甚至对明年的经济增长预期。共军一直在端着，对吧？没有真正的考虑过怎么样放权，因为他们知道，他们一旦改变了党管一切的这个方针，那就不仅仅是党不能管经济了，其他东西能不能管得着更是问题。因为所有的一切背后都是钱，都是利益。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，别说改革开放了，毛泽东没死之前，大家就在考虑，共产主义应该是玩不转的，社会主义也是实现不了的。原先的畸形，在整个国民经济趋于崩溃的情况下，连青年的工作都解决不了，都摔到农村去修地球了。
哪有一个国家把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青年、知识青年放到农村去种地的呢？这个世界上没有先例，估计也不会再有了。中国曾经把1000多万的青年扔向农村，今后有可能也会采取类似的办法，最终可能要有上亿的青年走向农村。其实他们好不容易才走出来，因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目前的这种交往，它处于一个不正常的状态。为什么会不正常呢？因为原先中国是有一些自己的资本的，最主要的资本是中国让世界各国抱有一个幻想，认为在经济腾飞的过程中必然会带来政治上的自由。即便你学新加坡，你学四小龙，最后人家也是放弃了政治上的威权，全面过渡到民主社会。即便是一个正在起步阶段的民主，但是我们今天看不到这个希望，而且中国赖以生存的一些要素，其实正在被削弱。这个削弱还真跟外国人无关，中国自身的人口问题，人口红利已经结束了。现在出生率这么低，而且少数民族的出生率高于汉族的出生率，今后的中国它很快会走向一个未知。那么基于这个不确定性，人家继续把鸡蛋放在你这个篮子里，觉得不安全了。所以产业转移其实10年前就开始了，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结果。那么大多数中国的执政者还在抱有一个幻想，中国既有本钱又有援兵。本钱是中国的市场，这个市场不仅仅是消费，是吧？你说中国人买高端的苹果手机，买国外的高科技的产品，是吧？数码相机、单反、摄像机中国人在拍抖音，手上都要抓一个好的手机，像素高的手机，是吧？中国人还在玩的游戏，还在不断的购买别的国家的这些游戏版权，中国人还在看的 NBA， 还在邀请的世界各国的明星到中国来走穴，丰富中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。在中国能够挣钱的买卖太多了，不仅仅是农产品，农产品一年才多少啊，对不对？1000多亿面向全球，即便从美国买，2017年没打贸易战的时候也才200亿，有限的很。其他方向的收入，各个已经在中国获得利益的这些公司，眼睛都发绿了。别的不说，就说一点，中国商人跑到世界各国来买的这些猪下水，来买的这些内脏、动物内脏，在别的国家，哪一个商人不愿意欢迎这样的商人呢？对不对？你现在有猪瘟了，你向全球购买了，你马上要过年了，过年总要杀猪吧，总要吃肉吧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一切，中国已经形成的这个消费市场，哪怕它的人均购买力再低，它好歹也是个市场，是吧？有毛不为秃啊。中国更大的是利用进入世贸以来获得的已经成型的这种生产链，给全世界的企业做的加工的工作，做的组装的工作。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后，大学开始扩招，现在生产线上的这些螺丝钉
比以前已经升级换代过好几回了。很多岗位都是由大专、高职，甚至本科的学生来担任工作，所以在中国形成的这些劳动力市场是相当有诱惑力的。一时半会儿，这个优势很难被别的国家取代，即便产业转移早就开始了，但是还是有很多企业一步三回头，恋恋不舍的不愿意完全退出中国市场。那么外援呢，其实就很明显了，是吧？国际资本，资本姓钱，它没有明确的国家。仅仅在美国3个主要的股市场，截止到2019年2月份，中国有156家企业圈了1.2万亿美元的融资，其中有11家都是政府占股份30%以上的企业，中石油、中石化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国际资本与中国之间出现了交集是非常明确的。甚至前一段时间传出来一个消息，那么美国政府要清退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了。这个消息出来也就2、3天的事儿，白宫赶不及的出来发了一个辟谣的声明，说这是一个假消息。是啊，它迟早会实现，我们知道。但是美国人正在抛售这些资本，有一些大的资本还在观望。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一个明确的信号，即便是抛售，他也不会告诉你。在他没有保全自己的资本之前，怎么会有一个完全的脱钩呢？所以不必完全由中国政府来游说西方各国，已经与中国经济密切的捆绑在一起的这些国际资本，他们自然就担负起了游说的工作，在全球范围内帮中国政府说话，明明确确的说共产党不是那么坏的，不是一个两个。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人说要正视中国目前对整个自由世界的威胁，他们目前还没有长大，没有那么大的威胁。这些声音不仅仅在某一个政客手上传出来，即便是预备参加总统竞选的人也在发出这种呼声。其他国家就更不用说了，对吧？有一些国家因为中国市场，因为面向中国市场的出口，因为它的出口额占它外贸比重过大，所以他们尽可能不说话。我们今天看到国际社会针对中共没有明确的办法，或者说短时间内你看不到太明确的措施，其实它是有根源的。我们知道华尔街不是很喜欢川普，对吧？川普是一个不容易被外界掌握的。按照中国自己的宣传，美国的政客都是华尔街的傀儡，但是例外有很多。华尔街和美国政府，大多数情况下处于一种软对抗的状态，不是像中国政府宣传的那样。尤其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川普，他跟华尔街几乎没有交集，他不是市场的宠儿，他甚至都算不上精英。他是由美国的中下层厌恶了美国的精英政治，完全靠选民推上来了这么一个业余政治家。
它体现了美国本土白人的保守的利益。他们认为要改变了，不能像欧洲一样搞得乱糟糟的。美国没有我们认为的那种大爱，至少目前的主流不是这样的。我们经常看到美国政府与国会发出的声音是不一致的，当然跟华尔街就更不一致了。但是有一点不要忘了，川普上台的时候，华尔街的股票是在升而不是降，说明国际资本并没有把美国县政府能够推行的政策预料到太坏。到现在为止，国际货币组织、世界银行还在发出从金融、从经济各个方面在发出预警，希望中美之间能够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和平，来维持明年世界经济总体的增长幅度。中国自身拥有的本钱不是很大，因为替代国正在成长，但是中国拥有的外援动力非常充沛，至少到目前为止非常有效。这让我们感觉到，即便是在全球都在声讨共产主义，斥责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悲剧，大家都在庆祝东欧能够脱离共产主义阵营，能够实现民主自由，能够自我解放。即便在这种大的环境下，中共还是可以睡下来跟你耍无赖，甚至他们边打边谈，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，让你感觉到好像共军还有那么一口气，还能坚持下去。其实我们今天看到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一个临界点上，世界各国的舆论不会引导国际资本向着善良的一面去靠近，资本最终能够转向，是因为找到了另外一个增长点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无论是亚洲各国，还是墨西哥，或者说非洲，所有正在替代中国的这些国家，等他们能够完全掌握了这些生产链，能够完全替代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目前的这个地位，其实一切的变化才会开始。这会儿急其实没什么用。我们知道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价值观上的对立，这个对立已经被政治人物再三的重申了。但是在经济上还有一段时间，这个时间可能很短，没有人们预料的那么长。所有的转移都是静悄悄的，已经发生10几年了，再有个1、2年、2、3年，完全就可以结束了。所以人们也不要太灰心，看到这个趋势，利用这个时间差，调整好自己的姿态，这才是在乱世中，在国际危局之中保全自己的唯一的办法。如果你这会儿还听天由命，还随波逐流，还想再看一看，还想再观望，可能最终倒霉的就是自己了。所以这种时间其实不是给你来犹豫的，而是给你有足够的空间来转向的。没有人会对你的人生负责。所以今天的人们，尤其是还在墙内不太舍得动弹的人，其实和平已经很短了，真的应该重视起来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